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啊。有朋友给我留言说，有人在墙内搬运我的视频，在 B 站或者视频号上，我劝大家不要搬，因为没有意义。我自己在上面都有号，西瓜、抖音、什么 B 站我都有号，我为什么不传呢？你们好好想想，最终会害了你们的啊！我们继续说。全球高校啊复现 LK99 的这个运动，应该叫运动了。那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啊，传来了一个比较消极的结果。曼彻斯特大学也复现了 LK99 的过程，他们认为呢，他们的结果呢没有抗磁性，也没有悬浮，阻力呢就电阻啊也不为零。那澳大利亚的卧龙岗大学，它的材料学教授王小林说呢，他们在1周前就开始复现结果了，很快也要写论文。那但是最精彩的还是北科大侯晓明 BL 他在 B 站上发的视频，我们先看一下。看到了吗？完美的这算侧悬浮还是倒悬浮啊？所以这个结果一出来啊，就让很多人这个惊掉下巴了。这个侯晓明 BL 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实名啊，他是已经就是说可以说实名认证的，是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的研究生、硕士生。我一说北科大呢，就是钢院，老人们都把北科大叫钢院，因为就是原来的北京钢铁学院嘛。有很多朋友都在这学习，在这进修的。因为我老家呢有个钢厂，很多人都到这儿就是这个升级啊。那现在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是不用怀疑的啊，就是很简单。如果是一个动态过程，手拿摄像机的情况下拍的视频，并且反复对焦、缩小、放大这样的，作假是很难的。你但凡有点这个视频编辑常识，你就知道做起来是很难的。不要以为它模糊就可能是假的啊。那现在呢，看起来啊，这个 LK99 样品呢是比较薄，也是目前最大的能悬浮的国产样品。现在这个卷呢已经不是卷你能不能造出来，而你造出来的东西能不能悬浮。在这个成这个薄板状，它似乎不像这个最早 LK99 论文里边的工艺能造成的，有点类似于通过这种分层方法生产的东西可以倒置悬浮，说明呢什么呢？二型超导体，就我们昨天晚上讲的。所以这个实验进一步佐证了 LK99 它论文里边的大部分的内容的真实性那这个侯晓明呢很奇怪，在发了这个抖音视频之后，很快他的视频也删了，是不是账号也删了我不知道啊，社交媒体也删了，这个人一下就被咔哧掉了。为什么呢？我猜可能还是导师或者学校的压力，因为前面有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和东南大学都处于风口浪尖上，做失败的倒没什么话说，做成功的往往就被人议论的多，你看是吧？所以现在呢，侯晓明做出来这个结果又匆忙从网上删掉，我猜可能还是为了发论文，比如说是不是想发个 Nature 导师说你这孩子怎么压不住阵呢，是吧？你有点狂啊，发 Nature 你得抢着发，不要着急发视频，视频什么时候都可以发，是吧？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已经出来了。有人说呢，可能是用化学的气象沉积法制备的这种超导的薄膜能倒立悬浮。可以说不到2周时间 ，LK99 在国内这些超导研究实验室已经全面开花了。甚至可以说几个月之后，没准满大街都是了呢，是吧？那当然了，网友的脑洞是很大的。我们之前昨天晚上说了，刚说完炼丹师阿翔的一个惊人的悬浮的这么个视频，那现在辟谣就来了我们看一下辟谣是怎么辟的这个阿翔是谁，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那现在呢，有人给武汉科技大学的博士导师阿翔就是张翔老师发了邮件，结果呢说是您吗？他说不是我，很对不起没啥对不起的这个看来呢，这个阿翔呢是另有其人。那阿翔是谁呢？实际上武汉我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我武汉又熟悉，为啥呢？武钢院、武郭、青山的那些职场，武钢院周边的所有大学，包括这个华中科大、华中师大，刚才说这个武汉工业大学、武汉科大我都去过那现在呢，这个人呢已经不是武汉工业大学的了。那周边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武钢院、武汉钢铁总厂里边有研究院，有各种各样的钢铁部门。我们刚才说北钢院他们做这个烧结很在行，武钢院也在行是吧？又有人怀疑呢，如果不是武钢院的话，会不会是华为在武汉的研究中心的人搞的？因为有人认为这个玻璃就是阿翔那个视频里边背后的玻璃和华为武汉研究中心的那个外墙的玻璃看起来非常像的各种各样的分析。要说华为也有可能，为什么呢？
他知道华为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是吧？那么他现在没准也会把超导作为他一个突破点，也未可知啊。当然说了，也可能是个人行为，因为武汉啊，对华为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任正非任总是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包括他的子女，包括很多华为的中高层啊，就形成了华科系，是吧？在华为里边，那好吧，这个不说武汉的事儿了。总归来说呢，这2天突破的密集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啊！我们先看一下地图，这是我们昨天说的，前天说的啊，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北京科技大学在哪儿呢？你看看，就隔了一条马路，就马路斜对角，这边就是北钢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你说离得有多近？所以你说这个内卷程度都在几公里范围内内卷了，可能双方的实验室距离都已经近得不得了了所以有一个消息出来，大家马上就会问。可能你的师兄师弟就在别人的实验室里边烧炉子呢，是吧？一问不就知道了吗？那现在呢，实际上在北京啊几公里范围内还有很多别的院校，比如中科院物理所也在做实验。你说清华是不是也在悄悄做实验呢？也不好说哦，因为现在啊，在这个实验结果出来之后啊，就是这个北科大实验出来之后，很多人就开始问候清华的某位教授了。估计这位教授呢也很尴尬啊。那问候什么呢？就是问候既开始啊对这个事情的断然否定啊，因为只看那个论文，人家觉得你这个就不是嘛，我们就可以否定你。所以现在呢，尴尬了啊，很多人都在拿北科大的这个成果呢来怼清华的教授啊，没必要啊，没必要。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呀，这次我们新的大连钢铁运动，我们把这次 LK99 的复现呢，可以当成一次新的大连钢铁运动。当然了，这是个正面词了，不是它语义上的大连钢铁。那么在 B 站上突破，在抖音上突破，算不算突破呢？当然算突破。那最终的突破呢，还要发论文，对吧？那现在侯晓明被撤掉了，很有可能就是导师觉得你这孩子傻，是吧？赶紧发 Nature 才是正经事儿啊！你动作得快点，你以为就你想发 Nature 啊？东南没准也想发，是吧？这个华科大可能也想发呢，所以呢，大家都要抓紧时间，看谁能先怼出一个 Nature 来啊！那么当然我认为现在看实际情况来看，越往后的成功的几率越大。那当然了，很多网友的脑洞比我更大，都开始意淫啊，中国制造业会引发第4次工业革命了，超导磁悬浮轿车都不是问题了，磁悬浮列车太 out 了，是吧？第4次工业革命将在中国今年正式开启，人类文明正式迈入新纪元。但是啊，诺贝尔奖大概率还是这位 LK 兄弟或者 LKK 3人组的啊，他们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当然也有人说呀 ，LK 啊可能是故意露个破绽，人家没有把关键工序写出来，就让你们猜，你们猜准了又能怎么样呢？你们一窝蜂的合成 LK99，人家已经早就注册专利了，专利包围了，最后呢，你什么也得不着。要我说呢，你有点太too young to nerve了，是吧？怎么能得不到呢？那一篇 Nature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啊，不发论文不发稿的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你想想啊，这位侯晓明现在是北科大的硕士，材料学的硕士啊，他大概率将来没准是要读博士的。你知道一篇 Nature 对侯晓明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呀，他可以留校。意味着他不用到乡镇街道，用自己的博士学位和其他人的当官的子侄们去抢这个公务员的位置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中国很多发达地区啊的街道公务员都是博士了，北大、清华甚至浏阳的一水的博士，抢一个街道的这么一个公务员的位置。将来朝阳群众的领导都是博士了，那将来朝阳群众的能力会更强了。那佛山街头的向导啊，没准就是个博士，我告诉你。所以啊，这不是宫斗，这不是甄嬛传，这不是极致内卷，这是正在发生的，就这么竞争的这个学术的竞争，可以说啊，这是一个连环夺命考，考是拷贝的考，拷贝了他的论文，我们添点东西，添油加醋，有点革新，发一篇 Nature。大家知道迪亚兹当年发 Nature 的时候被撤回了，但是有很多踩着迪亚兹上去的 Nature 论文哦。包括我们马上要说的南京大学的文教授的 Nature 论文，迪亚兹作假，但是你反驳他的论文不作假，你一样可以上 Nature， 上一篇 Nature 就意味着可以留校，意味着导师会有更多的资金，意味着下一次评职称你就靠前了。所以我就问你，搞不搞，卷不卷
是吧？所以说我们想起啊，早期几个视频，我说金志勋就 LK 里面的 K， 金志勋先生在说，委屈的说，你们说我造假，我20多年做了1000次实验，我才搞出这么结果来。那中国人给他上了一课，你看这10多天大概已经进行了上百次实验了，加上失败的哦。如果1、2个月出来，那可能就是上千次实验。你看看你一个人20年做的，放到这儿，放到这个天朝上国，放到墙内，哎，1、2个月就给你搞定了。那你想想，如果有50、60个大学的这个凝聚态专业的实验室同时搞，那差不多很快就给你找完。就是这种蚂蚁走迷宫试错的方式，我就问你们怕不怕？哎，所以讲到这儿啊，这个我们啊，这个就像这种科技类的博主啊、UP 主啊，有时候我们自以为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是呢，它的底层逻辑其实在中国大陆啊还是利益。哎，刚才说为什么大家着急做呢？论文就是利益。哎，论文就意味着你今后的人生道路走向了一个新的 fork， 是吧？那主流科学界其实早就明白这是什么了，可能啊，那个，但是这些有话语权的呀，都是既得利益者。哎，比如说你正在研究这个高温超导，这个高温超导现在都成个反词儿了，那都是爷爷辈的词儿了。现在突然冒出个年轻后生，推出室温超导，直接掀翻桌子说来叫爷爷，你说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哎，人家正在发零下100多度的论文啊，这怎么算啊？正在写的这种零下100多度的论文怎么算啊？自己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都是这个流派的东西，师傅师祖都是研究这个的。现在你告诉我这个过时了，那现在你想想，后果很严重，老师会很生气。这就是我们这些门外汉看宫斗戏的这个臆想啊。那给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我的行业的电梯行业的，在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变化。电梯呢其实就是个卷扬机啊，不同的地方呢，它不是卷到辘轳上，它这边有个对重啊，这个轿厢上去，对重下来，哎，对重上去，轿厢下来，靠一个控制装置。它中间呢是一个电机带个减速器，减速器上面有个滚筒，滚筒上就绕着钢丝绳啊，就这么简单。那过去的电梯都是螺纹螺杆副的电机，螺纹螺杆副呢就是个螺杆带这个涡轮，这个涡轮呢往往是铜合金的，磨损会很严重，效率很低。螺杆副的这个传动效率啊都是10%几，高的也超过30%大概。那现在呢，不是现在，就20多年前就有了一个新的技术叫永磁同步电机。哎，永磁同步电机呢，它就把电机和这个简单的减速装置放到一体，并且不用拆开维护，用免维护的，基本上是免维护的，它可能会退磁嘛。那这个情况下呢，你想想，原来那些大厂他会直接用这个新技术吗？不会的。三菱、奥迪斯啊，什么这些大的企业，他们都有很高的退出门槛。他第一个是有库存，有大量的这个上下游的供应链，他也舒服了，他不愿意马上换成新技术。所以呢，他如果换成新技术，大家想想，他把那涡轮涡杆拆下来，换成永磁同步电机，他就要和其他小厂家搞这个新技术的厂家在一个起跑线上，从零开始一块来搞。他哪愿意那么做呀？我本来有相当的竞争优势了，所以他们不愿意这么搞。哎，这个就造成了在永磁同步电机出来之后呢，出现了一盘洗牌。但是永磁同步电机在早期的时候也很不成熟，也出了很多问题啊。但是现在的电动汽车和汽油车的也是一个典型这么案例嘛，是吧？你看，但是我边上这个吉利汽车，它原来就属于一个，但是说3线可能排都困难的，那现在为什么比较靠前了呢？包括这个那个比亚迪那个车是吧？对，比亚迪对，也是这么个情况嘛。和大众和奔驰和这些汽油车比起来，进到电动车这个平台，他们就甚至都有了先发优势了，包括这些互联网造车。哎，这个情况呢，其实反过头来说嘛，和我们室温超导和高温超导是有类似的情况的。所以啊，我们啊就慢慢看吧。说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啰嗦的事儿，有不少朋友留言啊，说我啰嗦啊，确实我也认识到这问题啊，这年纪大了，老年人50多岁了，这个啰嗦模式啊，看来就是一个宿命。我会尽量的精简，另外我也会写提纲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过去看的所有视频，我都是 free talk， 可能有一些素材，有一些图片，有一些地图，我就张口就说，语速也比较快。我现在语速呢，大概每分钟320字左右，我会慢慢的降下来。好的，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